建議不推薦去俄羅斯旅游。歷史上也沒有一個國家去鼓勵自己的國民去一個正在打仗的交戰國去旅遊。這兩天俄羅斯對我們免簽了啊，也有很多朋友來問我建不建議去俄羅斯旅游啊？真的不建議。第一，俄羅斯不安全，部分地區正在交戰，它是一個交戰國，交戰部分地區信號不好。你到俄羅斯到聖彼得堡這些大城市旅遊漫遊根本沒辦法上網，然後你不能用導航，除非你跟团，寸步不離跟着導遊才行，那就旅遊沒什麼樂趣了。我最近總刷到官方媒體報道，俄羅斯、柬埔寨對中國免簽，推薦國人去旅遊。為什麼要報道這些呢？一個戰區，一個園區，世界這麼大，沒別的地方可去了嗎？你們要實在沒有新聞報道，那就報天氣預報。你們要怕明天的報不準，那你就報昨天的。近期，中共官媒大力宣傳俄羅斯與柬埔寨對中國公民開放免簽，鼓勵國人前往旅遊。12月15號，一篇題為"首批免簽去俄羅斯的中產傻眼了"的文章迅速衝上了微博熱搜第一，引發了廣泛討論。這篇文章講述了多位中國旅客去俄羅斯旅遊的經歷，其中呢，包括來自於廣東的90後阿豪。阿豪回憶到，他對俄羅斯的期待完全是基於過去10年的旅行經驗，落地、插卡、打車、入住。然而呢，當他習慣性的拿出手機準備聯網報平安時呢，發現提前購買的漫遊套餐雖然顯示已經激活，卻始終沒有信號。他起初還以為是機場屏蔽，拖着行李走了2公里，最終呢，不得不花高價坐上一輛黑車。好不容易抵達酒店以後，他才通過 WiFi 得知，俄羅斯為了安全管控，旧按手機卡入境後會有長達24小時的限制期。不要去俄羅斯旅遊，雖然對中國免簽非常誘人，但也暗藏陷阱。如果你有申請美簽、歐美發達國家簽證的計劃，尤其是打算移民美國的朋友，千萬慎重。護照上有俄羅斯出入境記錄，會大幅度增加拒簽風險，對白本的影響更大。本來你通過率在80%，去過俄羅斯後直接30%對半砍，有計劃去的朋友又留心了。俄羅斯免簽不是說走就走的意思，不要被旅行社蒙了。出发之前有非常多的事情你需要知道。第一，在入境俄羅斯72小时之前，要登錄 RUID 去做電子版的入境申請，填寫自己的個人信息，包括還有照相、入境之後居留的地址等等。第二，俄羅斯現在的通訊情況非常有問題。首先是外國人沒法買 SIM 卡。博主說，就算你找當地人買了卡，從別的國家入境的頭24小時是沒有網的，那麼你怎麼打車呢？怎麼吃飯呢？另外，由於受俄烏戰爭影響，尤其是無人機侵襲帶來的不安全因素，俄羅斯不少城市都有可能隨時暫停通信信號。最近，在俄羅斯的第2大城市聖彼得堡，各大運營商就曾集體斷網、斷信號，正是因為發生了無人機襲擊事件。所以說，雖然目前中國公民前往俄羅斯可以免簽，但大家也不必過於着急，立刻就訂機票出發。畢竟呢，仍然存在不少不穩定的因素。出境旅行還是要以安全為前提，謹慎規劃更為穩妥。這位博主認為，俄羅斯目前這個環境是不適合於外國人來旅遊的，到這裡做短期旅行是非常不方便的。這是他到俄羅斯的第3天，他說了一下自己的感受。最大的問題就是你用外國的銀行卡在這邊不能進行任何的刷卡消費，也不能從 ATM 機上取錢，這個太麻煩了。我是有國際貨幣信用卡的，就是那種只在國外使用的信用卡，我有2張，在全球很多國家這個使用都沒有遇到過問題，但是到俄羅斯用不了，錢也取不了。博主說，他在出發前查閱旅遊信息時，並沒有看到必須提前準備盧布或現金的提醒。結果呢，一落地就發現麻煩來了，綁定信用卡、打車軟體根本就無法使用，只能付現金。他趕緊去取錢，把附近 ATM 機幾乎都試了一遍，但是無論是銀聯、Visa 還是萬事達卡，全都是無法取錢，1分錢都取不出來。那一刻，他徹底慌了。由於無法使用打車軟體，他出機場後只能是打出租車。
原本網約車只要3000盧布，但出租車卻收了1萬多盧布，價格直接翻了3、4倍。為了付車費，他把錢包裡所有的人民幣和港幣都掏了出來，司機仍覺得是不夠。後來他好不容易遇到中國人了，換到一些盧布，所以他建議大家不要去俄羅斯進行短期旅行。在中國的網絡語境裡，俄羅斯常常被戲稱為俄爹，這種稱呼帶有一種親近甚至是依賴的意味。然而呢，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現實，情況卻遠沒有網絡上的那般溫情。甚至很多中國遊客或留學生在當地的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感受到冷漠，甚至是排斥。他只是想要我的 money 而已。而且我那天真的很生氣，因為我一晚上没睡觉。我從其他的小鎮花了2個小時坐火車過去，我就是為了去看一下他們那兒的大教堂，因為還是很美的，對吧？我來都來了，我肯定也要玩得開心，我再回來。結果呢，一下車就把我逮走了，然後把我一整天的行程全部都耽誤廢了。然後呢，我什麼都沒幹，千里迢迢過去送錢，送完以後又坐2個小時車回去。我真的，我一整天我就覺得我太討厭這個地方了，我再也不想來了。博主說，除了聖彼得堡、莫斯科這些大城市，俄羅斯周邊基本上都是小城鎮，看起來就像是中國的老舊小區，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而且俄羅斯人辦事效率非常的低，他經常去商店買水，手機支付顯示已經扣款，但收銀員卻說沒有收到。他讓收銀員查看電腦系統，收銀員卻連看都不看，只是重複說着沒有收到。博主當時心裡很納悶，怎麼會這麼難溝通呢？怎麼就不能看一眼嗎？結果過了5分鐘，手機自動退款，他要重新付錢，這件事才算是結束。類似情況在過海關時也會時有發生。俄羅斯的工作人員態度粗魯，經常對中國遊客抱怨不斷。如果你用英文和他們交流，還可能被他們直接斥責。博主因此感到困惑，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中國人想去俄羅斯旅行呢？這一個人想去俄羅斯，然後還不會俄語，然後你還不報團，還不找地接，就是這樣的跟我說的人，我全都給他否了。就是俄羅斯雖然說很多博主都說幾大城市治安非常好，但是它沒有國內的治安好，跟國內的治安差很多。然後再就是一個通行的問題，你不會俄語，你想到哪兒去，到那個上什麼地方玩，你找很費勁，然後會浪費很長時間。博主建議，如果要去俄羅斯旅行，最好選擇報名參加旅遊團，因為跟團不僅能夠體驗到在中國玩不到的項目，吃到在中國嘗不到的美食，而且還有安全的保障。他特別提醒，報團千萬不要只圖便宜，1分錢1分貨。如果選擇最便宜的團，說實話，吃不好玩不好，最後只能是掃興而歸。另外，有人覺得自己會英語就能在當地打聽路，但博主指出，這在俄羅斯並不現實，因為很多俄羅斯人根本就聽不懂英語，所以英語並不是萬能的。我覺得中國人在俄羅斯受歧視還是比較常見的，特別是在莫斯科這樣的大城市，可能節奏比較快吧，很多人就比較冷漠。今天早上我送小孩去幼兒園，我們坐公交車是4站地，從首發站開始上車因為每次從首發站上車呢，就會特別多人，中間的4站地呢幾乎也沒有人下車，所以每次我為了能夠順利的下車，我都會等到最後一個再上車，這樣我就能夠在相對離門口比較近的位置。博主說，在幾站路的過程中，不斷有人上車，他總是被迫擠到車廂中間。那天這裡人特別多，他提前開始往前門挪，準備下車。可是他抱着孩子往前走時，沒有一個人願意讓路。更讓他感到難受的是，有一個人用怨恨的眼神盯着他，幾名年輕人甚至是幸災樂禍地等着看笑話。結果呢，不出所料，他沒能下車，錯過了那一站，孩子也因此錯過了幼兒園的早餐。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他都會感到很憤怒，覺得當地人對中國人太不友好了。有好多網友私信我說，能不能開車自駕遊去俄羅斯？這個開車自駕遊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推薦咱們大家開車去俄羅斯旅行，因為俄羅斯交通非常的不好，他們有一些乡道根本都達不到咱們國家這麼高，他們那個道路就可能像咱們那個鄉村道路是一樣的，特別難開。而且俄羅斯国家和国家這個地區啊離得非常遠，可能你走到
10公里、8公里都不見一個村莊。如果這個過程中你的車如果要是扎爆胎了，怎麼辦？博主說，他一位朋友曾自己開車去俄羅斯，結果遇到了麻煩，在鄉村道路上，車胎突然被釘子扎破，車輛無法繼續前行。朋友打電話求助後發現，當地人換一個輪胎竟然花了整整4個小時。因此，博主並不建議大家親自開車去俄羅斯旅行。一個人去俄羅斯不跟着旅遊團都需要準備什麼東西呢？接下來我給大家講一講。首先要準備好一本長期護照，護照的有效期是6個月以上，而且空白頁要超過於2頁，並且把出國所預定的酒店以及返程的飛機票的電子版都留存好，有可能海關邊檢會詢問。到了俄羅斯過安檢的時候，他會給你一張小白票，然後撕掉一半，剩下一半給你夾到護照裡。這張票不要弄丟，在俄羅斯辦理入住的時候，還有你返程的時候都是需要的。博主說，如果您的行程超過7天以上的話，在俄羅斯都需要辦理落地簽。這個落地簽是非常好辦的，你在哪裡入住，哪裡就會給你提供。如果你是走親訪友過去的，或者你入住房東家的話，那麼都需要你的親戚或者房東去幫你辦理。除此之外的話，我們到俄羅斯還需要準備一個插頭轉換器，因為中國國內的都是方頭的插口，俄羅斯是圓頭插口。如果沒有它的話，我们的手機啊等等是不能進行充電的。來莫斯科紅場是必打卡的地方，在它的周邊有很多避光的景點，所以我們第一天的行程都是繞着紅場展開。來紅場必經的地鐵站之一是獵人商行站，出站以後會最先看到朱可夫將軍的騎馬雕像，雕像背後是國家歷史博物館。不過門票偏貴，一家5口就得小1000，館藏還算豐富，3層樓裡展示了俄羅斯從石器時代到近現代的文物和藝術品，差不多2個多小時就能比較系統的了解俄羅斯的歷史脈絡。從博物館出來就能看到紅場上的3個景點：聖瓦西里大教堂、古姆百貨和列寧墓。12月3號，福建青年龍香玉在社交平台發布視頻稱，俄羅斯對中國免簽首日，他在莫斯科持有效簽證旅行時呢，遭遇當地警察勒索，對方開口要價3萬盧布，並且呢還要求支付現金。他拒絕後，被強行押入裝鐵絲網的裝甲囚車，送往警局。最終在討價還價以後呢，他通過轉賬支付了8000盧布，才得以脫身。龍香玉在視頻中介紹，他在11月21號抵達莫斯科，持有30天的有效電子簽證，正在與讀博士的舅舅同住。12月1號晚間，他和舅舅從商店出來時，一名警察跑來要求檢查證件。看過簽證後，警察又要求出示居住證。舅舅遞上居住證，龍香玉解釋自己是來旅遊的，暫住在舅舅家裡。警察隨即將他拉向囚車，並且威脅稱其嚴重違法，要坐牢，同時索要3萬盧布，還用中文說：“你走沒事，但必須付現金。”舅舅提醒他不要上當，稱這種情況最多罰5000盧布。而龍香玉還是被押上囚車，舅舅在外鼓勵他堅持，隨後也被抓進車裡，理由是居住證造假，要遣返。很快，囚車裡塞滿了人，一路被送到警局。到警局在審問龍香玉時，警察稱沒有居住證，要罰款1.5萬盧布。他提出只給8000盧布，對方立刻同意，但仍堅持要現金。因現金不足，警察又叫舅舅進來，改口要1萬盧布。最終雙方達成協議，以轉賬的方式支付8000盧布，且未開具任何的罰單。生活在中俄邊境口岸城市，緊挨着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他們那邊的土地真的是挺多的，好多人呢都上那邊，有鋪大棚的、種地的，還有送外賣的，還有一些在工地上幹活的。我認識的朋友當中呢，有在那邊開飯店的、開旅館的，還有很多做輕工業的、服裝、鞋帽、小擺什麼的，就是去他們那邊過得還行，都挺好的，挺安逸的，不像說你們想象的那樣說的那麼可怕。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